你好，这是静姐蝴蝶兰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蝴蝶兰开花的事儿，主要说怎么样才能开花，以及怎么样才能开比较多、比较好的花，也会包括如果根叶都好，就是不开花该怎么办。通常来说，蝴蝶兰开花是它繁衍生命的一种本能，意思也就是说它自己个儿是会开花的，不需要我们教给它。碰巧它还是特别喜欢开花的一种植物，而让它开花的条件呢并不复杂。第一个条件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条件是环境温度，环境温度要在18度左右。如果你有可以控制温度的环境的话，那就直接把温度调到16、7度到18、9度之间波动。白天温度高一些，晚上温度低一些，保持这个温度大致1个月左右就能见到花芽。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可以人工调控环境温度的这么一个环境，需要依靠自然温度，那这个也不用愁。只要这一年当中有一些季节的温度能够到18度左右就行。而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说，即便白天的温度20几度，只要夜里能够有一段时间在18度左右也是可以的。我这里的夏季经常就会这样，所以在我这儿夏季蝴蝶兰也能出花芽。不过相对的来说，还是秋季出花芽的最多，春季也有一部分。毕竟秋季的温度比夏季还是要更合适一些。所以我们在养护的时候，只要环境温度有点高，比如说20几度，那这种呢，我们就按照让它长根叶的方式去养。但环境温度一旦到了18度左右，就只要低于20度，我们就要准备着让它出花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适当的控一点水，肥的话呢，可以停肥，也可以给含磷比较高的开花肥。只要这么做，通常来说出花芽的概率还是很高的。至于说光亮度、通风、湿度等等，这些在长根叶的阶段和开花的阶段呢，要求都差不多。不论它处在生长的哪个阶段，这些呢都可以尽量给到它比较好。不需要因为要让它出花芽而给到它更好，只要有条件给到它更好，平时就应该给。出花芽阶段可以为了出花芽特意改变的是水和肥。虽然我也发现实际在养护当中，很多蝴蝶兰我没有改变给它们的水和肥，它们也出花芽了，但改变一下水和肥呢，确实是有帮助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根好叶好就是不开花的。这也是在留言里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。如果有一颗蝴蝶兰根和叶呢都还挺好的，那这时候就看环境温度。如果环境温度大部分都在20几度，很少低过20度，那这个时候呢也不用着急，正常养，该怎么给水给肥就怎么给，先让它开开心心的长根叶，这些都是未来开花的资本。一旦观测到夜间的温度持续在20度以下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它根也不是挺好的吗？建议停肥、控水。控水呢到什么程度？一定要叫它盆里那些植料干干的，彻底干透才会给水。而且给水呢，最好也不要泡盆，就简单的浇点水，稍微冲一冲，就行了。这么浇水呢，浇不进去太多，因为植料没有足够的时间吸饱水，所以可能很快就又干了。再次浇水也是要狠下心来等着，一直要等到植料干得透透的才会再浇一次。总体来说呢，就这么浇水，植株会觉得这个水吧不太充足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，让植株觉得有点缺水。肥呢给它停了，之前可能间隔性的给肥呢，给它断了，让它不仅喝不足还吃不饱。这时候他就着急了，有危机感了，说哎呀，这个环境有点恶劣呀，
我需要赶紧接种子，那接种子不得开花吗？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要逼出它的花芽，一旦花芽出现，并且确认是花芽之后，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给水，给肥呢换成高磷肥，均衡肥也行。说到这儿，您也可能想问，这说了半天全是外在的因素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内因吗？当然有。首先，这个蝴蝶兰得是一个成年株，如果是带着花买回家的，那它就已经成年了，它就应该每年都能开花，甚至一年有时候还开不止一次花。如果它没有每年都开花呢，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主要是外在的那些因素。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视频我前面说的那些。至于说把植株养得比较健壮容易开花，还是说不太健壮容易开花，如果仅从开花这个角度讲的话，健壮的和不健壮的都容易开花。植株比较健壮的呢，营养积累比较充足，开出来的花可能会比较多比较好。反之，不太健壮的花开的有可能相对少一些。还会有特别不健壮的，搏命开出一枝花，然后这个植株就死掉了，也有这种。从养花者的角度来说，我们肯定不希望是第三种，拼命开一枝花然后就死掉了这种。我们更希望的是植株健壮，花开的又多又好。所以说平时呢就把植株养得非常健壮，是能够开出很多很好的花的一个重要的条件。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，我们就需要把植株养好。那难道就没有一点可以商量的事儿吗？当然有啊，我们可以选择品种啊。不是有句话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吗？蝴蝶兰也是这样，一样的养护，结果可真不一样。咱们来看几个例子啊，先看这个，看这个有多大。我放了把椅子在旁边，这把椅子就是一把很正常的椅子，正常尺寸。这棵蝴蝶兰呢，年年都开，年年都长成一棵花树。它的植株和花朵都很大，花朵大致和那个最常见的白色的那种大花差不多。说到大白花，我干脆搬了一棵过来。左边那个白色的花就是超市里最常见的那种大白花，单独看它花其实很大，放在一起差不多，这两个花的形状也就是不太一样而已。就植株来说，粉色的这个植株还更大一些。我再去找个小的过来，仔细看看，看到那个小小的小粉花了吗？那是粉红女孩。咱们先抛开说喜欢迷你的还是说喜欢大的，单就养护的成就或者说养护的难易程度来说，那肯定是那大的好养，而且更容易开花呀，它长得也快，在同样的生长阶段之内，大的能长那么一大棵，开那么多那么大的花，小的这个就长那么一点点。如果把一棵棵的花比作一座座的工厂，那这个工作效率不是一目了然吗？如果单纯从出花芽的多少、开花的多少讲，那您说买哪种更容易多花呢？像这个小万花筒开着两枝花，还新长了两个花芽，其中一个已经开了，还有一个没开。而这棵次代原生种已经很努力了，开着一枝花，又新长了一个花芽，但花的数量就是这样，不会很多。当然它比较好看，花少也愿意要，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这种大白花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有好几棵，胡乱养，每一棵都很容易开花。我搬过来3棵，这其中有一棵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被我做砍头繁殖的，就是把一棵拦腰斩断，也没耽误它开花。这棵比较大的粉色这棵，其实还有好多花是挤在一起的，从前面都看不见。如果这些花全都排开的话，会是更大的一团。所以养到这样的品种，
不就得佩服自己说，哇，我好牛啊，我怎么能把它养得那么好呢？但其实是因为这个品种很好养。再来看这边这2棵，颜色浅一点的，有没有发现它的花排得特别齐整？这就是它的特点。颜色深一点的这个呢，相对的就没有那么齐整了。主要是它还长了一个侧花枝，为了给那个侧花枝腾地方，主花枝上有些花呢就自我调整了一下。我们知道花朵的朝向是跟光有关系的，在它的成长阶段不能给它转来转去，要朝着一个方向摆，花才能比较齐整。刚才看的那些呢，我都给它们朝着一个方向摆来着，但我们来看这个花的齐整程度并不完全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各自品种所决定的。同样的摆放方式，花的齐整程度不一样，而同样的养护呢，花的大小、多少、齐整等等等等，也很可能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喜欢花多的，包括喜欢有双花梗、多花梗之类的，那就要去买那样的品种。买回来之后呢，就好好养它，把它养得壮壮的，它自然就能开出比较多的花。至于说怎么把它养得壮壮的，以前的视频里有说过，今后的视频里还会继续说。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